美国总统大选首场辩论会，拜登、川普2度对决，鹿死谁手？锁定 TVBS 56频道。我是赵少康，欢迎你来到 TVBS 少康战情室。这我们向特别来宾李俊毅委员、林珍宇议员、蓝轩小姐、外美联委员李博议员、唐湘龙先生。好，环太平洋军演登场，在夏威夷附近29个国家，他们重头戏是模拟要击沉老共的2栖攻台共舰，所以用了一台4万吨的靶舰，把它打沉。爽啊！终于老共舰被我们打沉了啊！那就你知道美国那个大学里面那个棒球、足球很热门嘛，2个学校打以前都要把对方的那个，比如像我们是一个老虎，有些学校可能是个什么鸡啊什么，做一个像把它给烧了，这样爽啊！精神胜利法。哎，对对，明天要比嘛，今天先把它烧了提振士气连校友啊什么都进来，哇，大家高兴学校附近的旅馆住满满的那外国媒体说，美国跟盟友在为了阻止老共犯台做准备所以我们先演习给老共看，你敢打我就把你炸沉那另外呢，这个美军可能可以用菲律宾的基地来保护台湾，白宫说不愿意见武力改变台海状况那另外美军呢去重整帛琉的贝里流2次世界大战的老机场帛琉已经很久没打仗了那个时候2战蛮重要的什么跳岛也好啊等等都很重要这个陆战队的超级力士这样降在这个老机场里面所以老美看起来是全面备战，能够用的都拿出来用了。那菲律宾驻美国大使说呢，台海战争下可能会准美军用菲律宾的基地，那打越战美国也去用菲律宾基地不管是苏比克湾克拉克机场什么都是用的那另外呢，习近平也没停着，跟越南总理会面，普丁才去习近平也去了，推进中越命运共同体那大陆另外呢，把云川跟新宝2个熊猫要送到美国加州圣地亚哥住圣地亚哥那个很漂亮的那个动物园很大很棒那另外呢，这个我去过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批北京说，北京阻挠美国跟中国的关系，还煽动反美情绪。我们老美对你们中国这么好，我们煽动呢？大陆外交部说，我们哪煽动得了呢？你的形象取决于你美国自己你每天在那边搞我们，还说我们煽动？我们看一下。TVBS 赴夏威夷直击 RIMPAC 环台军演，这是美军的航空母舰卡尔文森号，它加速冲刺，提早半天抵达了夏威夷的珍珠港。可以看到它的飞行甲板上搭载了包括 F-35以及 FA-18EF 超级大黄蜂战机，E-2预警机也大拉拉亮相，作为环太军演上的最大艘军舰，排水量超过10万吨的卡尔文森号，放眼望去很壮观，就连当地人还特别去拍照。这是卡尔文森号第4次参加 RIMPAC， 第1次是1984年 ，RIMPAC 今年来到第29届，雄猛力美方持续验证新装备。环太军演都还没开始，美军倒是先晒出2款能从军舰甲板垂直起降的无人机。这军舰跟台湾也颇有渊源，是曾多次通过台海的柯蒂斯威尔伯号驱逐舰，其中这艘 XP4 无人机最抢眼，被说是无人机版的语音机。还有另一款是 Skyway V2.6 无人机，最大特性是虽然体积较小，但能抵抗海上强风阻力。美军就曾在军舰上验证它顺利飞行。现在战争走向无人化，29国参与的环太军演互相取经，也为未来趋势做准备。江龙，因为环太今年因为它碰到选举年，然后环太通常排在6月，那每2年一次，到了这个时间刚好也都是美国的国防部在要预算的时候，那今年又是选举年，所以就会觉得它就会特别疯狂。那当然两岸关系在赖清德上来了之后的持续的紧张，环太势必要做做样子，这毕竟是2年一次美国象征亚太团结的一个象征的时刻。可是台湾在谈环太的时候，我觉得不要谈得太虚无那个名称很浩大，拍成好莱坞电影是好看的。可是环太29国加上台湾半国，29.5国，实际上面讲起来，
就是美国一个国家再加上少数它的盟友，里面大部分的国家，起码有20个国家基本上面对于环太的军演呢，就是一码式的意兴阑珊的，所以你就发现了域外国家越来越多，除了它的亚太地区的传统的美国啦、日本啦、澳洲啦、韩国、加拿大之外，它现在越来越倾向于邀欧洲国家进来，所以你今年看到的。往年很多欧洲国家都不来了，但是现在陆陆续续的，像今年荷兰，因为荷兰现任的总理呢吕特就要接北约的秘书长了，你总要共襄盛举一下。那类似这种呢，把域外国家英国啊等等呢找来共襄盛举，反而弱化了环太当中的那个环太的味道。其他的国家，你看东盟的这些国家，你认为泰国、汶莱、印尼这些的国家或者东加这些的国家，它真的有意识到这场的军演是针对中国、针对解放军吗？我觉得真的想太多了。那美国呢，无非借着这个环太，与其说他是要去威吓中国，不如是把自己的兄弟姐妹们找来之后，让这些兄弟姐妹们，其实传统上都是这样，让兄弟姐妹们看看我这个大哥有多强。那个给自己人看的味道呢，会更浓厚一点，让所有兄弟姐妹们说，你们就乖乖跟在我后面，你看大哥仍然是雄壮威武的，所以跟着大哥不会错的，那是环太呢真正的意义。我们应该倒过来想，就是说，那这种就当做你今天打了一个4万吨的靶船好了，4万吨对，甚至比印度啊等等很多的航母呢都还要大，可是打了这个靶船又怎么样呢？我比较好奇说，那你认为今天的大陆的解放军会因为你做了这样环太军演之后，他对台海的操作等等就改变了吗？他今天不是这几天的时间，不是更大规模、更多批次？你搞你的，我搞我的，他继续搞你的，你能把他怎么样？我说了，今天真正的重点是2024年之后，台湾海峡的使用权被解放军呢给掌控了，台湾海峡的行政管辖权被大陆的海警呢给掌控了，而你环太军演不管你怎么演，每年在夏威夷它就2年一次，在夏威夷呢就是个表演，可是解放军或者大陆的涉外部门基本上面呢都无视，就是不会去在乎呢你环太呢到底演些什么。大陆参加过一次，俄罗斯参加过1次。可是不管参加过几次，环太终究是一场美国呢关门办 party 的表演，实质在军事行动上面的意义，连聊胜于无都谈不上。等于是一个军事的一个同乐会了，我感觉了哈，就是真的打起仗来，29个国家打怎么打啊？还不如2-3个国家打。是打29个乱成一团了，光那个指挥系统、联合作战也搞了一团嘛，乱成一团嘛哈。不过就是基本上算这个军事嘉年华了哈。来，这个美玲。而且最近我们看到这么多的事情，在这个环太平洋这个地区可以说是非常热闹。那不管是现在马上要登场的这个环太平洋的一个军演，或者是普丁到这个北韩，然后跟这个越南结盟，那或者是中共跟这个登陆这个菲律宾的海军船，那还有现在其实台海之间其实各方面的局势也是升温哦。那感觉整个环太平洋的这个全世界焦点好像都比较在这个地方，甚至于取代掉了现在看到的乌克兰或者加沙的这个地区的一个这个战事。那这个军演其实刚刚有提到，就是美国主导每2年来举行一次哦，那可以说是这个全球最大的一个国际海上的一个这个军演行动。那从2012年以来，每一年有超过20个国家参加了那当然刚刚有提到说这个军演的意义可能有很多不同的这个想法跟看法那除了可能要来这个威吓这个中国之外，那同时美国也是要结盟他所有的这些盟军盟友，那一起做什么呢？也许是展示他自己的这个实力，那或者是坐稳他这个老大的位置，但也有可能是要让中国看一看说他有这么多的这个盟友是支持他跟挺他的那但是呢，从过去到现在，我们发现其实我们也一直在争取说台湾是不是要加入这个环太这个军演里头。可是呢，我们从2015年我们看到美国众议院那时候通过2016年的时候国防预算授权法案说美军必须要邀请台湾来加入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其实台湾从来没有被邀请过可是呢，我们也一直不断的看到，其实民党政府在过去很多的时刻都在做这个大内宣，说的好像是我们马上就是可以加入，美国是力挺我们的，可是其实都没有那我想，其实美国要来邀请这个台湾加入这件事情，恐怕不容易做到那因为
摆明它其实是跟中国是对抗的，而台海可能就是台湾的这件事件是他们两个其实竞争最大的一个问题点在。如果说在这个军演邀请台湾来加入，恐怕其实摆明的就是把这个对抗升温到台面上来，所以不容易啦。那所以回头过来讲，就是说，当今天民进党政府，我们说我们美国它是非常力挺我们的，但这个军演其实对台湾来讲，对台海来讲，它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有什么方式哦，在我们自己寻求避战、寻求和平的同时，当然军演对我们有一定的意义。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实际的去争取来加入，而不是不但不能加入，还来做一个大内宣？来，俊兄，这个你看两位大概都对民进党主导台湾跟美国友好，特别是军事上的一个合作这件事情，好像都比较有这个不一样的意见了但是对美军主导的这个环太军演却有不一样的这个解读那这个代表什么呢？代表说上这个环太军演是有一定的这个在亚太这个地区有一定的这个影响力的你像香龙刚刚讲说这只不过就是一个秀这个跟着大哥走那万委员的看法就不一样，说这个是有一定的意义的我是比较支持万委员的这个讲法啦不会说这个每2年花那么大笔的钱，那么大笔的精神人力然后搞这种所谓的国际联合军演来做一个秀我觉得这个对美国来讲，他们斤斤计较每一个这个资源的这个运用的这个军事的一个布局的国家不会去干这种傻事啦我认为这个军演的必要性，就像台湾每年都会做汉光的一个兵推或是兵演的意义是一样的，它是一个这个模拟作战状态下的这种协同作战，找出那个缺点，或者说找出那个问题。比如说这一次他要去集成一个4万吨级的这个军舰4万吨级的军舰你要集成它有多困难多困难你到底能够用什么样的这个武器系统能够这个在多少的这个时间内，怎么样去做这个供给的一个波段的一个安排，才有机会把这么大的一个这个军舰集成这个是相当困难的，相当困难的这个工作那特别是这种联合作战，不要说跨国啦，跨军种的联合都有一定的困难所以他不断的演练，就是在找出其中的一些矛盾所以我觉得这不要去低估这种所谓军演的这个意义啦。那这个军演到底针对谁？这很清楚，就都针对中国嘛。所以中国当然看在眼里，他们也要去收集这个参数也就是说，你的军演的攻防这个过程对我这个中国的这个军事的一个布局来讲，我有什么地方必须要去防，必须要去改变的，这个互相之间都有相当高的一个参考价值。那台湾在这个过程中到底扮演什么角色？大家一直在关心说我们不能参加军演了是吧？我跟大家讲了参加有2种形态了，一种形态就是像其他的国家一样派军参加，一种形态就像美军来台湾一样就是说我们也是参与其中的，可能是去观或者说去参与其中的某一个部分。我们之前有个新闻就是我们的海巡跑到夏威夷去那事实上跟这个军演有没有关系？我跟你讲，就是有关系那整个军演的过程中，不是只有军事的这个攻防嘛，还有相当的后勤补给救援等等这种。那台湾的角色事实上在这里面也必须要被整合进去的。所以我觉得大家严肃以看严肃以待。那台湾这边大概已经很难脱离这种所谓大国角力、大国博弈的这个格局。在这个格局下，美中之间当然我们的选择非常非常有限我们的主动要去改变这个格局的能力也非常的有限，所以大概就只能够随着这个大趋势一直演变下去了。休息一下再回来。美国跟中国一面互相骂了都是你去挑拨，都是你挑拨我们人民的感情。一方面呢，还送熊猫，我们看一下。
呆萌的大猫熊，一只是雄性的云川，另一只是雌性的新宝，身负重任，在26号晚间从四川雅安出发，搭乘包机过境香港后，飞往美国，将入住圣地亚哥动物园，展开为期10年的国际大猫熊保护计划。中美猫熊外交持续，但是美中关系回不去。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在上海发表演说，指批北京当局透过武器技术支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是重大错误。And our critique of China is that it is not neutral, but has effectively sided with Russia in this war. We think it's a major mistake to allow Chinese companies by the thousands to be sending so many components to Russia.另外，伯恩斯在《华尔街日报》专访中，罕见的以强烈语气批评北京破坏美中关系，像是禁止中国公民参加美国在华举办的活动，或是企图恫吓出席者，还加强对美国驻中大使馆、社群媒体的发文限制，并煽动国内反美情绪。伯恩斯大使的有关言论不符合事实，偏离了两国元首就金山会晤达成的重要共识。不止美中关系难回暖，菲律宾驻美大使表示，如果台海战争爆发，菲国可能允许美军使用菲律宾军事基地保卫台湾，并警告中国大陆在南海的争端可能引发包括核战在内的更大区域冲突。韩先怎么看？到底有没有谁挑拨谁啊？我是觉得现在美国的整个策略就是两手策略很明显啦。就一方面的话呢，你说像那个环太平洋军演有没有意义？我觉得当然有意义啊。我觉得它的意义有几层。第一个的话呢，对内，因为他们要选举了，那所以呢，拜登他主导的整个状况看起来的话呢，所有的盟友通通加在一起，而且呢还是历年来最多的，所以看起来呢非常的大哥的派头非常的好。那再来的话，就对于整个盟友来说的话呢，其实在过去这段时间，俄乌战场也好，中东战场也好，其实呢美方对于以色列的态度，对于乌克兰的态度，都让他的盟友曾经有过任何的怀疑，觉得说，你是不是真的挺到底？你到底用怎么样的方法去挺？尤其台湾特别在意。那我想全球也很在意台湾的部分，到底美国会怎么样挺？那我想这个部分他也是相当程度的跟他的盟友说，大哥在这里，大哥还在哦，大家不要担心。同时他也要告诉大家说，我虽然已经有2个战场了，我还有能力来护卫整个的环太平洋。那所以我觉得它这个相当程度的意义都在，那更不用说对于中国、对于俄罗斯。目前看起来，中国、俄罗斯、朝鲜，即便中国试图要跟俄罗斯跟朝鲜稍微的拉开一点点距离，不希望被任何的经济制裁，但是就西方世界来看，他们3个还是在一起的。那这个3个在一起越走越近啊，尤其呢最近普丁动作又那么多，那跟这个金正恩之间又靠那么近，所以呢某个程度来说的话呢，美国也必须要对这几个国家去展示出来美国这个集团当中它的这个恫吓啊，我想这个部分不至于到台湾会去讨论说是不是要开战了。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秀 muscle 不在于开战，是要告诉你不要开战。我觉得这个部分的意义是比较这个样子。那当然你不能够因为说大家都有节制的不开战，所以我们就觉得我们可以尽可能的这个在灰色地带游走。我觉得也不是这个样子。但我觉得目前整个气氛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层次，所以反过来说，在他不断的秀肌肉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伯恩斯讲话也还蛮奇怪的，就是一连串的，其实不只是说在军事当中不断的结盟，不断的呢步步进逼，尤其这个进逼最近南海特别的明显。你说菲律宾敢去这样不断的冲撞，然后呢嘴巴也凶这个动作上面也是又去挑战你这个中国大陆才刚刚通过的海警新规，我觉得都是美国老大哥在后面撑腰嘛那但是你一方面又撑腰，然后二方面的话呢，贸易战也打得稀里呼噜的，然后不断的从半导体、从晶片、从技术、从人才、从设备一个一个射线，然后射线范围越来越广，越来越广。从这个半导体线还展开了，还拉到了这个什么电动车，还拉到了电池。你这样的状况底下，你要告诉中国人说，你们的反美情绪都是你们政府撩拨的，跟我无关。我觉得这个话有点讲起来太此地无银三百两了，而且有点太，你说叫得了便宜还卖乖吗？就是你的动作这么的多，你还说是他们自己撩拨反美情绪。如果换作是美国自己，如果是中国，他动作那么多，你觉得老美会喜欢中国大陆吗？不可能嘛那所以我觉得其实美国就在玩这样一个两手。所以同样的，你看一方面的话呢，又说是你们呢，不是我对你可没有那么不好你看我还送你这个猫熊
本来是说不送了，要带回来了，然后呢，这个美国人觉得啊好可爱哟，舍不得哦，再送给你。那一方面对台湾来说，明明就是看起来切香肠，也是希望让台湾某个程度扮演某种棋子的角色。一方面又对美国说啊，我们都是坚持一中哦，我一中从来没有掏空，也没有改变。所以我就觉得美国在这几年当中，当然你说中国都没有动作吗？也有但是就是说某个程度来说，美国的那种危机感跟自我捍卫霸权的行动是远远的比中国来的更多的所以我想这个部分的状况就是台湾只好跟着这两权之间的争霸，就是在中间必须要真的是我只能再说一次，就是说要更理性的、更聪明的找到自己的战略空间，寻找自己的利益。现在全世界的这些国家们夹在两强当中，都在寻找自己的战略利益那我觉得更何况台湾。所以因为最近有一些老外在中国被打了，对，被打了那所以他们老美大概觉得都是你中国政府在煽动。其实你老美这样对中国这个阻挡他，那个阻挡他。如果你认为中国老百姓都看不出来，那么除了每个中国老百姓眼睛都瞎了，对不对？全世界都看得出来，就中国老百姓看不出来，不可能的事情嘛。不过我还蛮羡慕猫熊的就是说人胖了，人家就觉得有点呆呆的胖了就不够灵活嘛。猫熊越胖越可爱，你不觉得吗？猫熊多好当猫熊好，那么今年的汉光也是无剧本，没有剧本在本岛不实弹，没有实弹。然后呢，参谋组长说，这叫做去中心化指挥管理。去中心化，部队是独立作战的，火炮呢要安全管制，因为独立作战没有中心指挥，没有剧本，到时候炮乱打怎么办？所以没有实弹而且呢，这次演习的目的是要熟悉联合作战的计划，本岛规划还是以让各部队熟悉作战的环境，首忍联合作战计划为主因为将来打仗联合跟其他部队或者不同的军种打仗那个怎么配合是蛮重要的。我们看一下，陆军航特部阿帕契为了步庆加紧训练中，紧接而来的还有年度汉光。回顾过去国军火炮射击预习，可以看到，不论是战车、榴弹炮等等，炮管前方都有个红色架子，这可不是装饰，而是俗称的井字架。今年汉光40演习将把这些架子全撤掉，原本是用来限制射界，避免官兵失误打歪，少了这项安全防呆装置，更贴近实战状况。但着点的计算，官兵得更小心判断。专家解释，其他国家也有，但随着进步，已经少了很多。除了撤架子，以往扮演敌军戴红色帽套的角色也全部取消。因为我们汉光演习为了我们防卫作战的目的而设定的演习，所以说让它原兵归原位。这些特战的兵力应该到他的战术位置，应该去熟悉他的环境，应该知道他的指挥管制的关系。这个我们认为是今年我们训练的一个要项。而比汉光40更先一步的，由美方主导2年一次的环太平洋军演，也在27号正式开始。博弈，他讲今年的汉光演习是实兵不实弹，我相当的欣慰。如果给他实兵还实弹，那我非常的害怕。如果有个逃兵拿着实弹跑掉了，这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在目前这个状况，尤其是在无剧本的情况之下，我觉得当然就是要考验临场的反应，因为毕竟打仗的时候哪来的剧本？你必须要有非常多方面的考虑以及经验，才有可能面对到真实会碰到的情况。所以我觉得他这回说没有剧本，然后用状况诱导来演，我觉得其实是好事，因为毕竟接下来碰到的问题绝对没有剧本教你该怎么去做。但问题是，中国大陆对台湾现在的状况，自从赖清德520就职演说的新两国论发表完之后，状况非常糟啊，直线下滑。不管是环台军演，还有频繁的实施这个联合战备警巡啊，就是攻击穿越我们的中线基本的，现在是连他们的军舰都直接巡航到我们东部海域，用四面八方来包围台湾的局势，来给台湾政府做施压。这种状况接下来要怎么来处理？我觉得赖政府要先想清楚啊，因为这一次虽然我们国军说是无剧本，但是否有没有可能是我们无剧本，但是我们要去配合美国的剧本呢？这是有可能的，因为毕竟如果两岸真的发生战争，说实话，以台湾自己的实力跟武力，要能够获胜机会不高。所以在现在的这个机会，来配合美国或者世界各国来做联合的军演，
我觉得也许是有其必要性的。而且不要忘记了，这一次2024环太平洋军演它这个军人的重头戏，差不多是用实弹击沉一艘4万吨的塔拉瓦号2栖攻击舰。大家知道中共现在最主力的3艘075型2栖攻击舰，它的吨位是多少吗？就是4万吨，也就是美军只要证明他能够击沉他的2栖攻击舰，就代表他有实力直接击沉你中共现在的2栖攻击舰。所以不要说是假想敌人，我觉得中国大陆已经很摆明的被美国视为他真正的敌人了，不再只是假想罢了。所以这个情况，我觉得赖政府要看清楚，要知道我们给美国这么多的，不要说保护费了，我们花这么多钱跟他买军武，可是如果换来的结果是台湾越来越不安全，而且台湾的民众可能每天要受到战争的威胁，这种价钱、这种代价，到底是不是我们应该做的？毕竟一个真的好的领导者，一个真的好的执政党，让整个国家的民众能够安居乐业，才是他应该真的要做的事情。这点我还是搞不懂哦。比如说以前演习有打那个标靶机，打就看我打得准不准，打到靶机嘛。那你现在一个舰4万吨摆那个地方啊，这个舰怎么让你打？让你打成为止，那一定打得成了，怎么打不成呢？我29个国家去打，把它打成了，那舰真的打起战了，那个舰再这样给你打，怎么可能嘛？那舰会反击啊，那个舰旁边有护卫的通通有啊，就待在那里打。因为将来这个4万吨等于大陆的075，所以打台湾可能用075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打成，我们赢了，老公就怕了。在讲什么？演习是演习，你当然可以这样演啦，但是真的打起仗，那个战场不是这样的状况嘛？战场怎么会是这样的状况？很好笑啊！来，振宇。其实你可以看就是环台军演，我相信啦，中国它也不是省油的灯啦。大家知道吗？从昨天的早上的6点，24小时内共已经侦获了35架的攻击，7艘次的共舰在台海的周边活动，还有33架次从北中南东四面包夹。那大家也要知道最近距离台北不到30海里，鹅銮鼻的43里，也是让全台飞弹部队警铃大响，持续大作的状态。所以我觉得刚刚我非常认同，不管是蓝轩姐或者是博弈，他特别讲到的，没有剧本。它也许是好事，但是大家可能要关注到的一件事情是什么？现阶段台湾的国军是不是没有办法完全的去掌握我们的军事布局的主动权？现在这个是大家要担心的，没有剧本的状态之下，是不是要去配合美国他们的方向？那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其实我相信赖清德以及整个赖政府要特别小心的是，现阶段不管是环台军演也好，或者是我们的汉光演习也好，现阶段美方的方向，它是以台湾的利益为主，还是以美国的利益为主？我相信赖清德，就算你现在是美台最好的关系，你也要特别小心，你是不是能够站在台湾人的立场来保护台湾的利益为优先？我相信不管是质跟量在这种状态之下，台湾一定要去面对中国，而且严肃的去看待，有没有可能演习，有没有变成假戏真做的可能，要特别注意这个。老共的飞机船舰现在包围台湾越来越紧，越来越密，越来越近。很麻烦的，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